想不到人生中第一次去西藏，竟然是因为韩红老师。那天我刷到了一条韩红老师生吃牦牛肉的视频，我这是的嘞！一查发现他来自一个叫昌都的地方，我就查机票啊。这票价和韩红老师的高音一样高，但我转念一想哈，这贵没准有贵的道理啊，说不定就特好玩呢。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，就上了这个彩色的西藏航空。本来准备好了全套防紫外线的，没想到一出来就呼呼下雨，穿着毛衣都冷。才9度，怎么有点头疼啊？我们的藏族司机师傅洛松给我们准备了一大罐氧气，马上我就用上了。可即使再难受啊，这窗外的风景还是让我挪不开眼。哎呀，原来这就是青藏高原吗？好原生态啊！哦，你看那山的颜色是一种闪着光的蓝，那就是传说中的藏蓝吗？到市区安顿好，正好天也晴了。你看这个光，天哪！而街道的颜色也在无比充足的光照下变得越发浓墨重彩。当时我们听着音乐，怎么说呢？初来乍到，真的就会有一种洗眼睛的感觉，就觉得这里的颜色怎么那么正，那么纯。整个城市就是一种藏式美学，质朴吧，但又不单调，反而是那种很极致的五彩斑斓，看得你应接不暇。路边的小店里卖的是经幡、布包、酥油、铜锅，于是我也想起应该找个地方尝尝酥油茶。有股酥油灯的味儿，蜡烛味儿。除了酥油茶，还有现用手攒的青稞做的糌粑和我期待已久的生吃牦牛肉。不过显然我都不太适应。还是藏香小猪比较好吃。吃完饭继续溜达，我又发现了2条特别湍急的大河，阳光照耀下泛着金沙一样的颜色，仿佛河里流淌的是酥油茶。而就在江边的广场，人们就围成一大圈跳着舞，好热情，好奔放，看动实在是想加入。可惜人家藏族人民挥洒自如的舞步，又岂是我能轻易学会的？他都被我带跑了。西藏的蓝天似乎从不会褪色，那是已经是晚上9点，华灯初上，喷泉与霓虹又给这座城市穿上了一件彩衣。司机师傅说他知道一个观景台能一览这里的美景，于是这座城市的灯火就在夜空下肆意绽放着，连同闪电一起绽放着，而我那时的心情就写在旁边的山上。第2天的旅途从那片开满野花的山坡开始，当我们看到云雾里的神山、橙色的河流、彩色的岩石和挡住去路的牛羊，我们就已经到了资珠山的山脚下。上山的道路异常颠簸，直到天空中盘旋的秃鹫离我们越
西藏的一只鸟。一位高僧曾在这里的山洞修行，于是他用的厕所也成了一个著名的景点。只是那时候我已经不觉得好笑，因为这些看似肮脏的东西恰恰是生命本来的样子。告别了自助寺，我们的车子继续行驶在路上，我的思绪也一起飘向了远方。人们总说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，但这里的一切只让我觉得残酷肃杀。这里是世界的原点，在这里上演的只有赤裸裸的无尽的轮回。天可以晴可以阴，草木可以葱郁也可以枯萎，河流可以怒吼也可以干涸，人可以死也可以活。生命本就是脆弱的肮脏的，那被秃鹫和野狼啃噬的也许就是大自然本身，可它又是那样美好纯净，因为我们有感知，我们有慈悲。我们总想跳脱轮回，寻找意义，然而这世界也许本来就没有因果。我们抛弃一切，其实就是接纳一切。我们看似失去了，实则是收获了。那天过后，我似乎懂得了什么是轮回，因为100年后，没有你